iPadOS 26使用了几天时间，今天的视频呢，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那些在发布会之后首发视频里没有提到的细节，以及我对于 iPadOS 26的一些使用感受、反馈和分享。我们还是从液态玻璃设计开始说起吧。先给大家看一下文件夹在滑动过后的这种效果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能看到吗？就是现在 iPadOS 26它会实时的把壁纸背后的色彩以光线的形式映射在前方，而且当我点开这个文件夹的时候，它也会有这种圆润玻璃的效果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下拉通知中心两款的一个对比，能够看到现在首先它在下拉的过程中呢，它有一个完全透明的存在，每遇到一个图标，它会有这种凸透镜，这种圆润玻璃凸透镜镜面反射的效果，下方还会出现类似于真实世界中这种透镜的彩虹纹理。为什么我之前说这个功能可能不太合理呢？因为如果按照大部分用户日常使用，直接下拉通知是不会看到那个透明化的存在的，几乎是感觉不出来的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我觉得是属于苹果为了炫技啊而产生的这样一个效果。接下来给大家对比的呢，是在 iPadOS 26的小模块当中，当我按住这个模块，它会呈现出一个半透明，也就是说和它的名字相同的液态玻璃。逐渐滑动的时候，这个液态玻璃中间的这个指示条也会实时的走到头。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 Apple Music 音乐。首先，音乐左侧原来是完全遮挡的，而现在变成了这样一个类似于半透明毛玻璃的效果，我觉得这个非常漂亮。下方这个音乐播放条，其实之前呢也是有这种半透明质感的，但是相比于现在 iPadOS 26，明显要更加透明。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iPadOS 26以及 iPadOS 18它们的一个质感效果。另外，对于今年的音乐界面呢，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它支持翻译之外，还支持了动态效果。比如说在锁屏界面当中，现在比较新一点的专辑啊，它是支持不同的动画的。首先这里1989有一个动画显示，然后后边这个鸟儿有飞过的效果。如果我们打开，这种叶子飘过。目前大家集中反馈比较多吐槽的点呢，其实就是这个控制中心它的阅读能力就比较差。这个位置我们已经当场质问过苹果了啊，苹果他们的反馈就是现在这是一个 Beta 1版本的啊，他们会听取用户的声音，然后再进行适当的调整。在这里我给大家对比一下上一代系统啊，它其实一个最大的问题呢，就是之前是黑色玻璃为底，而现在呢，它为了美观进行了一个半透明玻璃为底，这个是以白色为底的这样一个效果。它就是比较怕那种色彩变化比较丰富、比较多的那种背景。如果是这种色彩比较鲜艳、比较丰富的，它的识别度就和 iPadOS 18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别了。所以为什么要使用液态玻璃这种设定呢？从我自己的使用感受啊，苹果希望在这套系统中尽可能的去降低对主屏幕内容的遮挡，尽可能的去淡化菜单操控按钮这些的存在形式，让你好像感觉到你手中只有内容。那么又有一个问题来了，就是这套系统它又是扁平化的图标，然后又采用了这种拟物现实中的这种玻璃质感，那么它到底是拟物还是扁平呢？这个问题我也是问了一下苹果，苹果给我们的回答呢，就是他们其实已经不太完全在乎是扁平设计还是拟物设计，他们设计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突出内容，想把内容最快最直接的呈现给用户。接下来给大家讲的一个功能呢，就是这一次全新的那个空间壁纸。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就为了专门体验这套壁纸，然后升级到了最新的 Beta 版系统。在这里我再次强调啊，目前 Beta 1版本我是不建议大家升级的，因为这个里边还有很多的 bug。当我摇晃这个屏幕的时候，就会有这种空间立体的效果。而且大家注意一下这张照片有几个细节啊，就是你会发现在这个位置墙的这个位置所呈现的这种立体感，它和背后最远的这个树叶其实是有景深关系的。比如说大家看这张照片啊，我觉得这个最神奇的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模特他的腿，这条腿是在前边，对不对？他的那条腿在这个立体空间下是在后边。然后我特意问了一下苹果，这套把 2D 照片 3D 化的算法是否和 Vision Pro 是采用同一套算法呢？苹果告诉我，这两套语言模型是不同的。我自己的一个最大的使用感受差别呢，就是 iPad 和 iPhone 它的生成模式对于弧线的表达现在其实是没有的。就比如说这个腿，你看腿是圆柱形的，对不对？如果大家使用 Vision OS 去生成，把平面照片生成一个立体照片，你会发现人物的那个胳膊、腿、身躯、头都是有球形弧面这种立体质感的。但是我现在从 iPadOS 和 iOS 的这个效果来看呢，是没有的。
更多的是把不同的物体进行平面的分层。这一套系统除了可以使用照片，即使是卡通的动漫，也是可以实现3D 效果的。另外呢，在这里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细节，是网友分享出来的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也分享给大家。如果说你的这个壁纸和时间接触的这个位置啊，刚好是一个有光线的这样一个图形，那么你会发现和光接触的时间是有光线折射出来的，能看到吗？比如说4右下角这个位置，然后中间这个冒号下边那个冒号也是有这种橙色光芒映射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苹果的这套液态玻璃设定，它是完全模拟现实当中玻璃透光的质感。接下来呢，我将和大家聊一聊这次 iPadOS 核心中的核心啊，其实就是它的全新多任务操作。在这里有几个细节啊，第一个细节呢，就是这是第一次 iPadOS 实现了实时窗口的变换。比如说在上一代的 iPadOS 上呢，其实你也是可以来进行画面调整的，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在调整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几个档位，能看到吗？就是我从这里想变成这里，它中间会有一个跳跃，在新的 iPadOS 2.6当中，你在任意一个档位都可以进行调整。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，从爆料的信息来看啊，苹果很有可能生产一个7.9英寸的4:3比例的这样一个展开折叠屏小平板，也就是说，在此之后，开发者不需要更多的适配，就可以把他们的应用直接适配到苹果即将发布的折叠屏上。这是展开状态下，对不对？然后当我给它折叠之后，这个可能就是 iPhone 折叠屏折叠之后的一个大小。在这里有一些小细节，就是我在之前视频里没有展示的，比如说之前展示了这样一滑，这样一甩，它就可以实现一个左右分屏，这个已经展现过，对不对？实际上苹果还支持，比如说我往上滑，它就立刻变成全屏了。然后当我拖动的时候，立刻就回归刚才尺寸的大小。当我双击这个位置，它也可以快速的进入一个全屏，然后双击进入返回。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来了，其实这种同桌面多窗口在 iPadOS 18的系统当中呢，其实已经有一个台前调度了，对不对？这一次在默认形式下又多增加了一个窗口化的 App， 这两个日常使用中有哪些区别呢？我应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台前调度，什么情况下使用窗口化的 App 呢？首先，我们在控制中心当中点击这个按钮长按，就可以在窗口化应用和台前调度应用中来进行切换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切换成台前调度。如果你想保留这个桌面的搭配，比如说这5个应用是你日常非常常用的，比如说出去玩做攻略啊，有微博、有小红书，然后有地图、有备忘录，那你就把它们5个集合在一起。这样你使用台前调度，你看它们5个永远是保留。如果你个人不需要这个操作，那我们就可以给它切换成多窗口。切换成窗口应用操作之后呢，这5个应用就自动解绑了，变成以桌面形式为后台的这样一个效果。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对比一下11英寸、13英寸和 iPad mini 啊，没错，这一次 iPad mini 也支持这个多窗口形式了。它们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呢，这个多窗口有哪些差别？13英寸的 iPad Pro 自然拥有一个最长最大的视野。我们就以苹果官网这个同样一个苹果官网为例啊，对于11英寸和 iPad mini 来说呢，它们2个显示的内容明显就要少了不少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现在同时显示4款应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。iPad mini 虽然它也显示4款应用，但是上下遮挡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。使用11英寸的 iPad 啊，不管是 Pro 还是 Air， 它呢也会有一定遮挡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遮挡的前提下就是我这个应用已经没有办法缩小到最小了。而对于13英寸的 iPad Pro， 你会发现它是完全没有遮挡的，完全内容一个满屏显示。那这一次应该是自从2015年苹果第一次发布12.9英寸的 iPad Pro 以来，我第一次对使用大比例的iPad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我也会在之后的时间好好体验一下。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，在 iOS 18当中，当时可是 iPad mini 不支持台前调度的，那么苹果是如何实现的呢？这个位置我得到的消息就是苹果优化了图形渲染，在不更新的时候呢就停止了渲染，从而降低对设备的压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在使用这几天 iPadOS 2.6多窗口应用的过程中，觉得有哪些问题呢？我觉得现在存在2个问题吧。第一个问题就是手势的交互啊。和之前 iPad 产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分。比如说，当我现在打开多窗口的时候，我向上滑动，它并不是完全退出，对不对？所有应用全分列在2侧，这个时候它会方便你打开第5个窗口或者第6个窗口，一个新的窗口。而当我向上滑动，然后再滑动一次，相当于才是返回桌面。但是如果我们打开在单一窗口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
直接向上滑动就是返回桌面。也就是说，同样是在应用界面当中，同样一个手势，却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操作。我认为这个可能会给部分用户带来一些困扰。另外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如果我同时去打开多个应用窗口，比如说我点击这里，它们就都回到这边了。但是如果我这样直接退出，刚才那几个应用又被打散了。就如果我想找回刚才几个应用，我还又需要自己重新手动的把它们都添加回来。明明是我同样的一个操作，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它们就聚合在一起，有的时候它们就散落在四方呢？另外还有一个手势功能，你看它说4指和5指手势切换，可以去切换 App。那你看我现在这个切换 App 以及下方这个导航条，当我左右滑动的时候，不能回到上一个应用了。而如果我们回到全屏幕 App 当中呢，你看我又可以在这几个多应用之间来进行快速的切换了。所以我不知道是苹果有意为之，还是目前的窗口这个功能存在一个 bug。我希望这个功能能够回来啊。视频的最后回答大家2个问题啊，其中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 iPadOS 向来是以系统体验简单著称，对不对？小孩、老人都可以几乎无障碍的上手。那么现在苹果加入了大量的关于像 Mac 一样的操作，是否会增加这款设备的使用难度呢？这个位置得到的回答就是，苹果现在其实是希望给2个不同的群体用户提供不同的使用体验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第一次进入 iPadOS 2.6的时候，你会默认选择现在是全屏幕 App 还是窗口化 App。也就是如果对于孩子、老人或者那些轻量化的用户，大家可以继续使用全屏 App， 这是一个最简单、最直观的操作。而对于那些希望使用到更复杂、更高效的用户操作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窗口化 App。第2个问题就是 iPad 和 Mac 越来越强的来进行融合。那么 Mac 和 iPad 它们在终极定位上有哪些差异呢？对不对？得到的回答是 iPad 更多的是一款基于双手触控操作的设备，你的内容、你的按键、你的所有操作全在你双手当中。所以对于 iPad 来说，所有的操作优化都是优先触控；而对于 Mac 来说，它是一个基于键盘、鼠标、触控板的设备。Mac 是一款更强大的工具，所以它的界面呢会更加丰富，方便用户来进行更多、更复杂的操作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，这也是我在使用了几天 iPadOS 之后结合官方给出的一些回答给大家做的这个视频，希望能够给已经升级或者没有升级的用户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。我是周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